韩贼，拿命来！什么神威天将军，在吕布的面前像个愣头青。我今日倒要看看是你的枪更快，还是我的矛更强。哼，聒噪！贼子竟然与韩贼的人一起围攻我，好，任凭你们一起上，我也不惧。弟兄们，马腾不听劝阻，铁了心要动手，必然是包藏祸心，给我一起上，否则他们击败了文约兄后，必会拿我等下手。哼，我就知道光凭韩贼一人难以成事，原来你也在背后参与其中。好，今日老夫将你们一并斩了祭旗。父亲，叔父别慌，我们来也。韩贼，你的死期到了。两队人马交缠在一起，动手丝毫不含糊。候选程莹、杨秋、李堪各部人马都相继参战，战圈不断放大，从最初的几千人演变成几十万人大战。打起来了！魏王，西凉军的大寨里又打起来了。这一次阵仗如何？这一回跟之前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他们都杀红了眼，所有人都在打，寨子里和寨子外都在打，也有很多人逃出了寨子后往西面逃跑。好。文和这一计却让孤轻而易举地击破了20万关中联军，办得漂亮啊！魏王过誉了，这届20万大军的厮打一时半会必然停不下来，且让他们先打一回，我们再去收网。就依文和所言，奉先、子龙和汉升，你们带5万铁骑前去伺机行动。估只要你办到一件事，关中10部的诸侯们一个都不能放跑了。领命。找了很久才找到你的，多谢你救了我，可是我不能看着父兄在血战，自己置身事外。你别进去了，马超武艺盖世，你父亲不会有事的。你若进去，只怕还会让他们分心。不行，我一定要去。若你一定要去，我便陪着你去。等会我们的人到了，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到时候我定会助你父兄脱困，如何？好吧，我听你的。子龙一人，万军从中，英雄救美必能成为千古佳话。温侯，我要救马家的人。放心吧，我跟弟兄们都说了这事，马家的人尽量生擒，交由魏王发落。到时候你向魏王求个恩，岂能不答应？毕竟你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多谢，时机差不多了，冲进去吧。好，跟我冲！曹军好似洪水涌动，骑兵直扑大寨而去，步兵四散着要将整个大营包围。黄忠、张绣、张合和徐晃进寨之后立刻分兵行动，只有吕布这边一直在寻找着什么。父亲，子龙，你小媳妇正在血战，怎么不上去帮忙啊？你明明答应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想到还是躲不过你的眼睛。当初在江夏的时候，我还主动为你求过情，难道还抵不过这一份军功吗？要不是因为这样，我能为你做这些事？此话何意？
关中作乱以马腾为首，你觉得魏王会放了他吗？若是魏王一意孤行要嘎他，你觉得马云禄还愿意留在你身边吗？如今马腾已死，你再去魏王处求情，机会也大多了，这是唯一能够保全的办法了。温侯，都是云的错，我一时间没有想得这么细，还请温侯原谅。刚才看你的样子，似乎把我杀了也不解气啊。哼，话又说回来了，真要是动起手来，你打得过我？温侯之勇才是真正的天下无双，莫说是云了，普天之下也无人能敌。温侯，云为刚才的莽撞道歉。真啰嗦。不到1个时辰就结束了战斗，马腾、韩遂、梁信、杨秋4人战死，马完、候选、程婴等6部诸侯皆被生擒。古以为这一仗怎么着也得打个1年半载，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你们的功劳先记下，等回了许昌一并封赏。谢魏王。魏王，末将想求一道恩典。无论何事，但说无妨。末将想求魏王免了马家的株连之罪。马家？你呀，当初也是这么求姑饶了吕布的。姑明白，你是英雄相惜，看中了马超吧？不过这事姑不能答应你。马超太过骁勇，虽然马腾是因内乱而死，终归是既出我营，难保他日不返。留着他，姑睡不着觉。魏王，渡口一战，末将之所以能脱险，完全是因为马腾的女儿马云禄。末将也喜欢她，求魏王念在多年来末将的功劳，免了马家的株连吧。嘿嘿，看来你是真动心了。魏王，在下觉得这是一桩好事。说来听听。凉州是个胡汉混居的地方，这地方治理起来光靠朝廷律法只怕难以约束。在下记得出征前，夏先生说过，马超在凉州的威信极高，此事或可利用。毕竟马腾已死，若是把马云禄赐婚给子龙，也算是留了人质。这样一来，也算是两全其美了。当然了，最主要的是，在下相信夏先生是不会看错人的。好吧。子龙这些年也一直没有求过姑什么恩赐，这回就顺了你的心意吧。多谢魏王。如今最难啃的骨头也被碾成了齑粉，这天下已经没有姑的对手了。魏王下一步是打算先收拾刘璋、张鲁，还是前往江东？区刘璋、张鲁不过是看家护院之权，姑可以从雍凉、荆州2县出兵1州。且不说这些精兵，光是这些猛将也够把他们吓得睡不着觉。江东3骑虫也绝非是夏先生的对手。等这头处理好了，姑还是直接赶赴胶州吧。毕竟刘备才是姑的心头大患，况且奉孝的身体。魏王不必过于担心，真有什么突发情况，夏先生距离奉孝不远，他会处理的。传令下去，从速整顿兵马，择日出发。主公，在下日前按照军师的吩咐，将从平鄂迁入荔浦的百姓全部登记造册。经过户籍册对照，发现确实多出了800余名不在册的名单。在那，带俺去看俺不捅了这几个曹军的奸细。就在城东靠墙的救济民房内，他们都住在哪一带？且慢，此事若非孔明，只怕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他们可还有其他用处。主公，这几百人最好的用法就是趁我军不备，突然打开城门接应城外的曹军。可是入城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都已搜身，所以他们的身上应该是没有兵器的。那这些人混进来的目的是什么？听闻曹贼麾下有一支摸金校尉，人人擅长移山挪土之术，早年间专门盗取古墨，变卖陪葬品，以充实军库。孔明的意思是，这些人混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给郭嘉栋开城门，而是挖掘地道，让城外的曹军潜伏进来。嗨，一群土夫子也敢称作校尉，俺这就去让他们尝尝丈八蛇矛的滋味。三弟别急，且看军师怎么说。将计就计，请君入瓮。卧龙先生，我们都知道你用兵如神，就不要卖弄文采了，到底什么意思？直说便是。派人紧盯着这些人，他们肯定会选择一处民房作为地道入口，到时候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打开城门接应曹军，到时候我们再设下埋伏即可。甚妙，我们在城内提前设伏，一定可以重挫曹军。若是曹军进出，大营势必空虚，是时候让他来了。越来越靠近胶州了，附近村落的民房跟荆襄腹地的比起来都有天壤之别，这方百姓也确实穷苦。
是啊，先生，看到这里百姓的穷苦，我又想起了年幼时一些不堪。你在徐州的时候不是一方豪强吗？怎么你还穷过？那是后来发迹了，先前也是很穷的。前世我最穷的时候，连着吃过1个月的北方大馍。那你穷的时候做过什么卑微的事情吗？当时娶不起媳妇，只能蹭左邻右舍的。我操！你是隔壁老王啊！先生，这赶路这么苦闷，我不是想法子逗你开心吗？军师，前方20里有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看着装应该是五溪门沙摩科的人。你确定吗？墨江离得不远，他们服饰各异，加上生僻的京乡话，虽未见过沙摩科，但可以肯定是他的人。敌明我暗，不如半夜发起突击，凭界限阵营的精锐，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还不是小儿科的。可万一是国家搬来的救兵呢？眼下最好是派一名能言善辩之人前去探营，分出敌我，再做打算。在下愿往。哎呀，不愧是我的点科庞士元啊，先生。虽然我与士元接触时日尚短，正可谓是交浅言深，相逢恨晚。对士元的口才，我还是很看好的。知道该怎么说吗？军师小看在下了，我去就回。这家伙傲气得很，被我逼着做了泽荣的下属，明显还有怨气呀。什么人？在下乃天家使者，奉命要面见你家大王，烦请引荐。我是首领沙摩克，什么事？大王，利浦城大战在后日入夜便会掀起，此战胜负全然仰仗大王和部落的勇士。我家主公特命在下前来提醒大王，不要耽误了行程。诸葛亮不是说平乐到利浦只有100里路吗？2天的时间足够了。等曹营的人都去攻城了，凭我手中铁骑力孤斗，胯下双弓，毁了他们的大寨不是难事。你记得提醒刘皇叔，答应我的金银布匹莫要少了，否则可休怪我无情。在下定会一字不漏地转达大王的话。这趟没白跑。没想到诸葛亮算计的这么细微，就连武陵的五溪蛮都被他调来了。金师，刚才我留意了下，从他们的篝火数量来看，得有个7、8千人。金师，末将带人去挑了他们。末将请。某也纳了闷了，这边的鬼天气，营中好些军士都扛不住，你身体这么弱，竟然让你给顶住了，是不是回光返照啊？哇哇哇！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真让某给说着了。虎皮，魏王说了，情况不对就把他给拖走。这下某瞅着估计拖是拖不走了，只能抬走了。二位将军，快叫张申仪吧！啊，对对对。
咱们去排兵布阵。神按凤啸的部署来看，明显是在大营这头做足了火攻的准备。杀魔科的出现，他确实没猜想，但他算准了诸葛亮一定会对大营下手，在下输的心服口服。蔡阳在荔浦城挖地道这事肯定瞒不过诸葛亮，这是鱼饵。凤啸知道，诸葛亮也知道，可是他为什么要说大营的这场火势唱给诸葛亮看的大戏呢？除非他还有下一步的计划。难不成这场大火也是鱼饵，把城内的刘军全部都吸引出来？今时在下猜想，凤啸的计划是这样：蔡阳打开城门后，我军只需佯攻，等灭了偷袭我大营的刘军，凤啸再让我军换上他们的旗帜铠甲凯旋入城，最后里应外合发起总攻。佯攻的话，诸葛亮岂会看不出我们是在调他偷袭大营？凤啸的部署不会这么简单的。军师，末将建议应该立刻派人召回蔡阳，此时他已经带着军械从地道回荔浦城了。坏了坏了，把他给忘了，某这就派人去召他回来。等等，我知道凤啸到底要干什么了。军师，那群土夫子已经将军械从地道运进来了。得知了这个消息后，诸葛亮就在紧锣密鼓的部署，毕竟留给他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就是三弟他们都部署了城内的作战计划，就连大哥都有接应的任务，为何独独小觑于我？关将军神勇，天下无双，在下岂敢小觑？你的任务另作安排。我已经点好了5000兵马在南城门处等候，再有半个时辰，你便可带他们出城，赶赴曹军大营外埋伏。嗨，你这到底什么部署？不是说好了曹军的大营交给沙摩柯吗？怎么又派二哥去？你是不是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了？三弟，听孔明把话说完。关将军带着这5000人埋伏好，到时候若见沙摩柯攻寨成功，便助他一臂之力；若是他不能得手，你则相继而动，到时战与不战由你决定。殷城，照军师说的办。知道了，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俺就是觉得这卧龙每次遇上曹军，排兵布阵看起来高明极了，总也不管用。要不让俺跟你换一下如何？俺去曹营。三弟不可胡来，大战在即，先按他说的办。要是不灵，再问罪不迟，莫要让大哥为难。二哥，爷小心一点。区区鼠辈，何足惧哉？大哥，保重啊！孔明啊，说实话，今夜的部署在我看来，你似乎有所顾忌。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主战场到底是荔浦城内还是城外的曹营大寨。在下做两手打算：第一，他们确信城里的细作隐匿得很好，今夜的偷袭会得手，所以我们城内的埋伏也会成功的围剿来犯的曹军，而沙摩柯的偷袭也能得手，这是最有利的态势。那第二手打算呢？细作潜伏时间如此长，国家已经猜测到我们发现了，甚至可能他在数月前部署这些人的时候就猜想到了，所以这是诱饵，目的是吸引我们去城外结营，之后拒歼这支奇袭不取，最后甚至可能会穿上我军的服饰凯旋回城，来个里应外合破城。我明白了。你让云城再率5000人埋伏于寨外督战，这样一来，就算沙摩柯那头真的失手了，国家必然也料想不到这骑兵之后还有一股骑兵，他若再攻，必然得手。刘备觉得诸葛亮这一手玩得很高明的，殊不知沙摩柯早就败亡了。对了，孔明，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按信上的日子算，沙摩柯肯定是到了，你又如何通知他奇袭？呵呵，主公今夜一看便知。兄弟们，动手！800多人扬起手中拖刀，突然发难，一股脑的冲了上去，片刻的功夫就把城门处的守卫解决了。快进城！黑压压的曹军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了城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从城关上射下的一阵稀疏的箭雨。前排的盾牌兵声嘶力竭地喊着冲锋的口号，可推进的步伐却奇慢无比，到最后竟然干脆停了下来，缓缓后退了。什么情况？弟兄们拼了命才打开城门，你们为什么不按约定的计划进攻？计划有变，我接到的最新军令就是不能入城，象征性进攻便可。若是能吸引出刘军便最好，若是不能，半个时辰后撤走。哼！你们知不知道荔浦城的城门是花了多少代价才打开的？那是我们摸金营800多人，在刘备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危险，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打通了地道，才换来的千古难觅的战机。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就改了作战计划，到底是谁改的？是先生改的。他不是病倒了吗？不是郭先生，是夏先生。啊？夏先生来了。哎呀，那我军必胜了呀！也对，夏先生用兵一向出人意表，末将自然无法洞察。有什么需要末将配合的，尽管说话。弟兄们忙活了一整日，搬来守城军械，又是全军设伏戒备。你说的曹军呢？他们为何不进城？俺的卧龙先生啊，你敢猜对一次吗？三弟，休得无礼！孔明早已算计到这一节，只要云城能得手，曹军大营付之一炬，军械铠甲被毁，他们也必败无疑。我也没想到郭嘉竟然如此的谨慎。现在好了，事情已经摆上台面，曹军大营才是主战场，就看谁能把谁吊起来了。大哥，不如让俺带3000人从南门偷出城，若是二哥那头有什么情况，俺也好接应。主公，关将军得手后会派人回禀的，到时候荔浦要全军掩杀过去，军中不可无将。易的，今夜顺利的话，便是曹军全线溃败之日，耐心等着吧。想不到孔明也会制造此等神器。这孔明灯在隆中的时候我就设计出来了，不知道那虾人怎么会做罢了，不过是些虚名而已。呵呵，这不重要。沙摩柯看到此物便会奇袭曹军大营。这不是先生的神物吗？这个是诸葛亮给蛮兵发的信号灯。诸葛亮怎么会有此物？我知道了，一定是诸葛村夫剽窃了先生的作品。这个村夫跟着大耳贼后做尽了下作之事。废话真多，快去让我们的人表演起来！太残暴了！滚！
这郭家还真是不简单，竟然已经料到了诸葛亮派来了沙摩柯。将军，曹军有埋伏，我们快撤吧。不对啊，郭家就是再厉害，也不可能猜到远在数百里外的山贼沙摩柯啊，除非……我明白了，他并非料到了沙摩柯的出现，只是料到了我们会来劫营罢了。说到底，沙摩柯是为我们挡道了。若是此时我突然杀出，必然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将军说的对，曹军绝对想不到这骑兵之后还有一股骑兵。众将士听令，随我一并冲过去，将他们一网打尽。关羽策马而出，身后的5000军士紧随其后狂奔了起来。伴随着震天的厮杀声，关羽带着5000人如同一把匕首插入了乱军之中。蛮毛勿慌，我乃刘皇叔麾下大将关羽，特来助你灭贼。关羽，你中了我家军师的计了，我乃大将文聘，在此恭候你多时了。认清形势，投降吧。关羽，你瞧瞧这局面，今天你还能冲得出去吗？不如趁早归降。吾乃谢良义务父，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以投敌户？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珠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于诸伯也。汝勿多言，此番有死而已。这三人联手，虽是比不上真正的流氓三人组，但绝境之中的关羽也仅仅在支撑了几个回合。青龙偃月刀被双戟止住，火云刀与破天叉如同两条毒蛇，凶狠地刺向了他。大哥，三弟，来生在。一代名将，忠勇无双，只可惜跟错了人。曾荣按侯爵之礼厚葬关羽。是，先生。典韦、许褚，你们速去荔浦前线配合文长攻城。放心吧，大哥，天亮前肯定能赶到。伯平速派人将此信送往南海，交给布置。领命。主公不必多虑，今夜的博弈是在曹营，郭家即便是已经设伏，吃亏的也是沙摩柯。临行前，我已经嘱托过关将军了，视情况而定，选择战退。若是情况不妙，关将军是不会强出头的。云城，你没事就好，回来就好。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准备带着三弟去曹营找你了。大哥，荔浦不安全，带上三弟快走啊！云城，你去哪里？主公，你怎么了？关将军尚未归来。我刚看着他走进来，还跟我说话了。听。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在这里大放厥词，是你害死了二哥，你还二哥命来。你。虎皮，以后没仗打了，准备去呢。那还用说吗？某肯定就待在许昌了。许昌多好啊，有美酒也有潇湘馆。再回乔些某都怕日子过不下去。憨皮，某在许昌你肯定也得陪着吧？咱们兄弟可不能分开了。要某陪你留在许昌没问题，但你以后不许再提潇湘馆这事。某答应夏侯小妹了，不再去风月场所。看把你给能的，嫌你有媳妇呗。大哥，你呢？呵呵，等魏王平定天下，我就去周游3山5岳，走遍大江南北。大哥，你带某一起呗？啊，对，某也去。不带。这是南海不知差快马送来的信。虾仁打开后一看，与自己猜想的大体一致，唯一有出入的是，顾家竟然想跟郭家联亲，还附带了一张画像。哎，人家点名想跟郭家联亲，他都没看呢，你们先看合适吗？小气了，看看也不会给看跑了。大哥，你吃独食，滚！你可算是来了，这些日子快要把我给憋坏了。哟，张神医真是妙手回春啊！半个月前你还一副随时要撒手人寰的模样，这回又跟没事人一样了。我命大，九泉之下走一走又回来了。对了，你让张吉送来的战报我也看了，文和真是了不得啊！这一出离间计用的环环相扣，直击人心。呵呵，文和是高手，你也是高手，你这一出连环计也是看得我心惊肉跳。这一回还得感谢你洞察了我的计谋，才能得以继续实施下去。但你平心而论，这一回我赢诸葛亮，赢得漂亮吗？我郭家算不算是可以与你齐名了？哈哈，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嘛，这可不是吹出来的，你等着吧，魏王知道了你的手段，肯定会拍案叫绝的。这话我爱听。哦，对了，不仅有你爱听的，还有你爱看的。哦，好吧，这不知到底是识时务者，刘备这次肯定跑不了了。这不知说为了感谢我在关键时候拉了不加一把，准备让不完与我完婚，这事是不是该问过魏王才能做决定啊？奉孝啊，你这人一向快意洒脱，今天怎么还虚伪上了？不过你的担心也有道理。这么着，我去跟魏王说一声，保准他不答应。我在魏王那的面子，你是知道的。三哥，我请你喝酒，这事你可得帮帮我。喝酒就免了吧，你快点养好身体，免得驾驭不了，这不晚还得找代驾。今生能与君相识，真不枉活一世啊！自出山以来，便与侯爷多番斗智，今日却是第一次正式见面。麒麟才子果然是风雅绝伦。说吧，来找我是有什么想问的吗？来之前确实有好多话想问你，今天见上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说实话，这一场大败我是心服口服。起初我以为是败给了郭家，后来听人说你到了荔浦，可能是这个原因让我忍不住又回来了。
不过见到你之前，我听世元说了，虽然郭嘉昏迷了，但你还是沿用了他的计策，所以这么算下来，我还是败给了郭嘉。呵呵，你没说实话，争强好胜可不是你的格局。呵呵，世人皆称你懂6丁6甲妖法，能测算吉凶，铺运未来，此事当真吗？你好歹也是当世奇才，怎会问出如此无稽的问题？可是有一件事让我十分不解，甚至怀疑你可能真的如坊间传言的那样懂得测算未来。这件事算是我去而复返的原因吧。在下如今对侯爷、对魏王都已无任何威胁，还请不要欺瞒。什么事？说吧。当年我在隆中的时候，确实想过，若是刘皇叔确有惜才之心，我便愿意出山辅佐。可是这个念头才刚刚起来，我便遭人刺杀了。最后还是刘皇叔救的我。一直以来，我虽有些薄名，可从未树敌于各路诸侯，能派死士刺杀的，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了。我想问你，这件事是你干的吗？机会来了。你真当我能未卜先知吗？我都不认识你，也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怎么可能派死士去刺杀你？况且退一万步说，我若真有这个能耐，还用得着刺杀你吗？你这番聪慧，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想知道一件事是谁做的，就看这件事对谁的收益最大。诸葛亮怔住了，这话里的含义他怎么能不明白？可是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想到这几年跟在刘备身边，受尽了委屈，还自以为寻得明主，殚精竭虑，最后却换来了被抛弃的结果，心中的信念彻底崩塌了。说实话，刘备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放你走了。你心里应该也明白，刘备已经到了真正的末路。若是我没猜错，以郭嘉的心术，在我们兵败的时候，他就已经致信给布置了。皇叔兵败，他们本就惶恐不安，再加上这一封信，皇叔只怕有去无回了。孔明，其实我也是忠义之人，只不过与你们不同的是，我忠的是天下百姓。我辅佐魏王，并非是忠于曹家，而是希望他能平定天下，让百姓彻底脱离战火，真正安居乐业，天下海晏和清。这就是我最初的理想，如今我办到了，不是吗？你若当真心系天下苍生，就该随我一同将你的满腔才华馈赠于百姓。朝廷需要你，百姓也需要你，留下来吧。我不用着急做决定，先跟我一起去中原看看吧，问问百姓如今的生活跟10年前相比如何，问问他们在不在乎这天下是姓刘还是姓曹。父王，其实孩儿从许昌赶到此地等候父王，是有件紧要事禀报的。我洗耳恭听。禀父王，1月以前，邺城百姓见南山之上金光闪闪，孩儿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带人前往挖出了这只铜雀。父王，昔日顺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圣均顺，今父王平定四方，邺城金光闪现，铜雀问世，必是天降吉祥之兆啊！魏王多年来沐风日雨，平定中原，经其所向，如今天下重归盛世之际，却降铜雀是降，以彰魏王功德，莫将恭贺魏王。恭贺魏王！如今魏王得蒙天诏，应该有所行动才是。常闻此话，孤不太明白，该如何有所行动？在下建议魏王以批公子挖掘出铜雀的地方为地基，建一高台，就换铜雀台。在古代，只有帝王才可以建高台的，所以陈群的建议其实是在变相的劝曹操称帝了。老曹也想看看这些世家的反应。得铜雀而建铜雀台，必可传为千古佳话。可是如今国库就是个空壳子，想建高台，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末将代表蔡家，愿为铜雀台的建造工钱20万，粮1万担。快家愿工钱15万，粮8000担。庞家愿工钱10万，粮15000担。黄家愿工钱12万，粮1万担。这笔钱虽说建造铜雀台远远不够，可4大家族出了钱，就相当于是支持了老曹接下来的进位，算是为天下世家都做了标榜，这比什么都重要。好，诸位的功劳孤都记着，回到许昌后，自是会向陛下请功，昭告天下的。谢魏王。这事是陈长文撺掇了皮公子，还是皮公子说服了他？这件事办得这么妥当漂亮，心术城府可不简单啊！看来是要起风了。云长，我的二弟呀！不知大哥说了，休整几日就要北上剿灭曹军，给你3天时间，让城里的考军把2万人的校服校饭给打造好。出发之时，全军为俺二哥带校，俺要让二哥在天上看着俺们怎么为他报仇的。张将军，3日内如何能督办出2万人的校服校服啊？就算是考军出1日12个时辰不停歇，也万万办不到的呀！更何况这突然间我等上何处找来这么多的材料？
张将军，请张将军手下留情，在下接令了，3日内必能督办好2万人的校服校幡，若欠缺半套，军法从事。算你识相。将军，还有何事？府内珍藏了一坛上等的好酒，我等皆非懂酒之人，恐暴殄天物，想请将军品尝。好，拿来尝尝。父亲，这厮真是个异类，竟然是睁着眼睛睡觉的。他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下手。还造不造校服？英雄气，一个环眼爆头，声若巨雷。哎，他怎么了？侯爷，他好像疯了，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关羽和张飞。大尾贼，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吧？在下不知何种地方得罪过阁下，为何要辱骂我？主公，你还认识我吗？莫非你是我2弟3弟结交的豪杰？大哥，看来大耳贼真的疯了。2弟3弟，为兄找你们好久了，你们到底去哪里了？我知道了，你们招募乡勇去了，这些都是你们招募的人吧？好啊，太好了。侯爷，在下愿随侯爷北上中原，不过想请侯爷首肯，准许在下一个请求。孔明，刘备呢是一定不能留的，不管他是真疯还是装疯，这就是他的归宿。你再看看他如今这副模样，你觉得他若是清醒，会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吗？请准许在下为皇叔收尸。亮子到底是个心中有情义的人。好吧，我答应你，把他跟关羽葬在一起，以侯爵之礼下葬。先生，虾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人也会随他一并回来，我是不是该主动示好一番？公子莫要心急，此人短时间内帮不上忙，但未来他将成为公子达成心愿最关键的人物。若是在虾人的眼皮子底下接近他，太容易打草惊蛇了，还是先忍一忍吧。他跟虾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先生真的有把握能说服他帮我吗？此人我已经了解透彻，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让他倒戈。当然了，这事的前提是让虾人消失。确实没有虾人，对于我和大哥之间，他选谁都没有区别。只是没想到，我的命运竟然是由他来决定。公子，等大公子与虾人返回襄阳后，你便要想办法抽身去一趟温县。去那干什么？寻找一位当世奇才，此人与我是同窗故友，门生故吏遍天下。公子得此一人，相当于得到了北国半数士子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此人身怀经世之才。虾人死后，大公子的身边仍旧有高人辅佐。若公子能得此人，便足以对付大公子身边的谋士。此言当真？有把握吗？放心吧，到时候我与公子一起去，定能说服他出山相助。就是不知我父王何时会对虾人下手。公子啊，做大事需要耐心。虾人之才千百年不遇，再加上军中皆是他的亲朋故友，天下未定，魏王需要他。如今天下大定，他的存在对于魏王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魏王一定会对他下手的。我们还是
原以为父王要等到了许昌才下手，没想到今日就已经开始进展了，实在是让我捏了一把冷汗啊！刚才可太险了，先生可看到，当时典韦和许褚都要站起来，吕布和赵云也似有异动，这些人可都跟虾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子啊，魏王的心智深沉，岂会将自己陷于险境之中？先生此言何意？莫非我父王今日行径是另有深意？魏王今日当着众人面与虾仁起冲突，其意就是想试探在场之人的反应。若是我没有猜错，今日宴客厅上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魏王的暗子盯上了。再者，魏王也是放出要收拾虾仁的信号，军威之下必有首鼠两端之人弃虾仁而去。父王可真是聪明啊，只可惜被大哥坏了局。魏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何以见得？公子注意到没有？散场后有多少人留在原地陪伴那虾仁？那些人应该都已经被魏王记下，接下来魏王会一个个收拾。公子啊，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既然父王已经放出了信号，我是不是可以接近他了？不可，公子还是快些忘记此人，他是对付大公子的关键人物，也是公子的王牌，不到最关键的时候，绝不可轻易接近他。要知道，魏王此刻疑心大作，就算是我们，可能也在被监视的范围。父王，不好了！忙什么？先生遇刺了！谁？是虾先生。啊！反了！他怎么样了？张基打过去了。孩儿得知了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跑来禀报父王，也不知情况如何。快带姑去。Don't wanna sleep in,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ie up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stabb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do what you want.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do what you want. So give me all the scars, I'm a human being. Cover them with tattoos so you can't see. Knew it from the start, you had problems with me and the things I could be, I just wish I had see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做绝，毕竟这中间牵扯太多无辜的人。算了，不开心的事就不去想了。办法不错，如今军力急需休整，反间计最合适不过了。老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虾仁的部署，收回1周之后，等铜雀台建好，便可举行禅让登基仪式。这是曹操内心深处的想法。既然没什么事了，后日启程一起回许昌吧。魏王，我还不能跟你一起返回许昌。还有何事？去宛县接二乔。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好，这次去把子胜和仲康带上，让你岳父也陪你一起。快去快回，姑在许昌等你。哟，孔明，听说你最近天天往蔡府跑，原来是来这里会情人啊？这位是月英姑娘，她父亲是蔡瑁的姐夫。原来是黄月英，这可是魏齐女子在机关术上的造诣，甚至要比诸葛亮还高。木牛流马和诸葛连弩都有他参与在内，没想到两人这么快搞上了。月英姑娘，这位是名动天下的夏先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夏先生，今日得见，实在三生有幸。不必客气，两位在研究什么呢？
先生见笑了，这是民女设计的莲弩，正准备交于孔明哥哥查看。听闻先生精通奇巧天工之术，手法之高明，更胜鲁班秘术，难得有此机缘，不如请先生指点一二。莲弩这玩意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靠他前世的记忆根本设计不出来，只能是装模作样的看着图纸，不时的点点头，假装很高深的样子。好，这个莲弩精妙无比，也不是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惜今日我时间赶得很，下次再说吧。多谢先生，那改日找机会再请先生赐教，民女不打扰你们谈事了。不知侯爷找我何事？明日魏王回都，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说实话，回来的路上我是坚定不愿北上的，可如今我确实动摇了。我与侯爷一样，想为天下苍生做一点事。呵呵，明智的选择。不过我希望是在1年以后再北上，我想在荆襄待上一段时间。哟，亮子这是想跟黄月英度蜜月啊？没问题，但这1年你必须把刚才月英姑娘图纸上的莲弩设计成熟了。如今天下已大定，仅剩的1周也绝非魏王的对手，何以如此看重此物？孔明啊，为人臣者要精忠报国，在我看来，精忠报国要做到8个字：保境安民，藏富于民。如今乾坤虽定，可北境不时有鲜卑掠夺，辽东尚有高句丽进犯，这莲弩若是能应用到战场上，必能让我王师将帅伤亡大大减少，也是保境安民之神器。请侯爷放心，在下北上之时，莲弩定已问世。好，我等你。在下人微言轻，说了又有何用？他会听吗？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青年，正是川蜀第一奇才法正。后世对于他有一句总结：法正不死，便无三国。论军事才华，法正绝对可以压诸葛亮一头。可他在益州刘璋麾下根本不受待见。天赐西川于刘璋，他却不知珍惜。如今曹操得天眷，我有意将西川归奉朝廷，即使你我兄弟，便可将一腔才华馈于西川百姓。我知道你想借使者身份接近曹操，欲为曹军内应，助他们夺取西川。可惜我们手上并无兵权，只怕有心无力。校旨请看，这是益州12郡详图。川地之险，雄于天下，若无地图指引，便是他有千军万马，也有心无力。此图涵盖了益州地理通道，山川险隘，兵营军阵，府库钱粮。谁得此图，相当于拿下了半个西川。永年兄虽然身怀至宝，却未必有机会交给曹操。校旨此话何意？今日庸主收到的诏书不简单了。如果我没猜错，张鲁的手上也同样有一份诏书。曹操是想做山关虎斗，而且我可以断言，张鲁也一定会派出使者前往许昌朝贡。但曹操两边都不会接见，又或者接见了之后会当面羞辱你们，好断了你们联曹抗衡对方的念头。即使他率王师雷霆而上，两地可不攻自破。这可如何是好？
永年兄别急，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河内郡温县，曹丕来到司马家中，可司马懿称病不见，没办法，只能在屋外站着等，一连站了5天。这份诚意属实是不输给刘备3顾茅庐的坚定决心。可惜啊，司马懿不是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出门的意思。先生可有办法？仲达此人生性谨慎，公子此来他肯定会疑心是魏王之意，所以公子要想把他从病床上拽起来，必须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哼，那也得见了面说上话才行。仲达先生，在下曹丕。请公子恕罪，在下身染风痹，不能起身行礼，还请见谅。无妨，我这里有一个药方，可立治先生的风痹。哦，多年来我这病一直是药石无灵，公子真有妙方。天下大定，父王称帝不过是时间问题，即使太子之位花落谁家还未可知。我想请仲达先生入府，助我夺得至尊之位。曹丕这一手开门见山，绝对是司马懿无法拒绝的理由。反正话给你撂下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可以继续装逼，没关系。但是你知道了这层内幕还想置身事外，那就是痴人说梦了。没想到曹丕竟是这么个狠人，这场风波怕是躲不过去了。仲达先生，我这药方如何？能治你的风痹吗？在下愿效犬马之劳。先生无需多礼，从今往后我必视仲达先生为师，听从教诲。3人围坐在一起，作为一条船上的人，曹丕不打算对他有什么隐瞒，把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详尽地告诉了司马懿。另一边，虾仁一行从夏口沿水路一直顺流而下，经过丹阳地界的时候，陆逊和太史慈前来拜谒，称是孙权为感激虾仁大恩，希望光临建业孙府。别哭了，别哭了，姐姐不是故意撞到你的，一会给你买糖人好吗？乖，姐姐跟你闹着玩呢，别哭了，等会张辽来了。问好，我看那这江东地界，文远的名气可比你要大多了。张辽有什么了不起的？哟，小妮子，你对张辽很大成见吗？哼，关你什么事？误会了，误会了，小姐，这位便是今日孙府要宴请的虾先生啊，莫要冲撞了。小女子见过侯爷。侯爷勿怪，这位是孙家小姐，二公子的小妹孙尚香。哦，公妖姬孙尚香。侯爷听过我的名字？呵呵，有所耳闻。小姐，稍后侯爷就要去往孙府了，你快些回家吧，莫要失了礼节。侯爷请便，小女子回家候驾。虎皮，你怎么了？脸都红了。瞎说，没有。怎么了？心动了？大哥，说来你可能不信，刚才某连子那生的孩子在哪里上私塾都想好了。看来潇湘馆要痛失一个重量级的客人了。闭嘴吧你！呵呵，放心吧，有我在呢，保管你心想事成。仲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侯爷睿智，在下这点心思让您见笑了。家母因为太过思念大兄已经病倒了，大兄如今就在江夏，可他却不愿回来。我知道他不是不愿，而是不敢。他担心自己回来会引起魏王的猜忌，给孙家带来祸水。普天之下只有侯爷在魏王面前一言九鼎，在下想求侯爷为大兄讨个恩典，让他可以回来常伴家母左右。已尽孝道。哎，不是我不肯答应你，只是这事真的不好办。你应该也听说过，魏王生性多疑，连睡梦中都能嘎人，他怎么可能愿意看着孙伯符回孙家呢？难道连侯爷在魏王那里的面子都不管用？不是不管用，而是我与孙家非亲非故的，如何开口呢？侯爷，舍妹孙尚香，碧玉年华，说不得国色天香，却也是芳菲月貌。她一直对侯爷仰慕有加，若是能得侯爷垂青，便是她最大的福分了呀。搞错了，再来。仲谋，你误会我意思了。如今天下即将大定，攻城之后，我也将退身庙堂，终究无法庇护孙家的。好吧，念你一番孝心，我便给你指条明路吧。若蒙侯爷相助，孙家终生铭记大恩，请侯爷示下。你知道魏王最信任的谋士是我，那你知不知道魏王最信任的武将是谁？当然知道，是侯爷的2位兄弟，2人被称为虎贲双雄。那如今许将军尚未婚配，若是他愿意出力庇护，莫说是孙伯符回家了，就算是平步青云，也不是难事。许将军若是看不上舍妹，如何是好？这样吧，我试着出面帮你说个情，我寻思着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孙家小妹是什么态度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大事当然不是小妹说了算的。
好，那我们分头行事吧。这么快，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哎，赶鸭子上架都没你脑子想得快，特么孩子都出来了。虎皮，你还装上了，别给脸不要脸，看你那点出息，心里就偷乐吧。大哥呀，谢谢你，某也是有媳妇的人了。哈哈，我走前能看你成家，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大哥，我们兄弟一辈子不分开行不？大哥去哪某就去哪。